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本期视频祝大家天天有福。今天我们去探访中国爱国将领左宗棠左公的故居。在去左公的故居的路上，我们发现路边有一座古桥和我身后的这一棵古树。在我的正前方有一块政府立的这座桥，叫立陵桥。立陵桥为隐山八桥中的第6桥，建于清代，位于排头乡施龙村自立组。桥为南北走向，桥长20米，宽4.9米，径跨14米。此桥是半圆单拱石桥，单拱跨度大，两端有大理石阶梯，中间有车道，压痕较深。东北角有株重阳古树，树龄为300余年。2024年12月31日，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12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座桥整体的结构。这座桥整体它是由麻石和青石铺成的台阶，中间有一个凹槽。当时几百年前，人们想要搬运这种大型的货物，只能通过肩扛，或者是用那种独轮车来运送货物。你们看这个凹槽被碾压成了如此深的一道痕迹，可以看得出历史非常的久远了。我们走到桥上去看一下，大家看整个桥面保存的非常好，没有任何损坏的痕迹。我们现在走下去，去桥的旁边看一下桥洞的结构。整座桥都是由这种大块的石头铺砌而成的，结构非常的稳固。我想，如果不是因为人为的损坏的话，它保存个几百甚至上千年都有可能。我旁边这棵重阳古树也一样。好了，关于这座桥和这棵古树这个小插曲，我们就先拍到这里了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去我们本期视频的目的地左宗棠的故居贵在堂出发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目的地了。我们发现有一块指示牌，上面有一些关于左宗棠的一些简介。左宗棠生于公元1812年，逝世于公元1885年，湖南湘阴人，字季高，一字卜纯，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历史人物，与曾国藩等人并称晚清中兴4大名臣。左宗棠在道光12年，也就是公元1832年，入赘湘潭周家为女婿。左宗棠他一生屡建奇功，其中以收复新疆最为卓著。通过那个指示牌一路走过来，发现这个小巷子里就是左宗棠的故居。这个就是左宗棠左公的故居，看起来是一栋很普通的房子。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探访他的故居呢？因为左宗棠左公在湖南有3座故居，其中有一处在长沙，还有一处在岳阳湘阴那边。但是长沙呢，经过文夕大火被焚毁了，还有湘阴的那座故居呢，是他为官后买的一块地建的一座故居，也是后面重修的。这里是湘潭的一座故居，叫贵在堂。但是这座故居是他在36岁之前一直居住的地方，是没有做任何的重修，只是在原来的原址上做了一些修缮。好，
前面有一座保护碑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左宗棠故居，湘潭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它的右边有一块左宗棠故居的一个简介。清代内阁学士、军机大臣左宗棠的夫人周宜端娘家故宅，取名为贵在堂，原为平房，青砖小瓦，结构奇特，设计精巧，规模宏大，为湘中罕见，占地面积约10000余平方米，建筑结构为5栋，全院有天井48座，均按八卦阵图排列。左宗棠在1832年至1844年于贵在堂研学与生活，今后栋尚存，并保留有左宗棠在福建马尾船厂开展洋务运动的4幅壁画，皇亲告赠龙禄大夫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周公千言辅军之神道，其内余有遗址。好，旁边有一块左宗棠故居贵在堂的介绍。我们发现上面有一幅老照片，这个是贵在堂之前的照片，它以前面积看起来非常大。贵在堂俗称贵子堂，早年叫亭子屋场，位于湘潭县排头乡陈山村。贵在堂占地1万余平方米，设计精巧，规模宏大。然后宅院整体呈八卦图状5栋房屋，3进5开。它以前这个地方有2棵桂花树，东西相应。每逢8月，香飘全院，贵在堂即得名于此。但是我们现在也看不到那2棵桂花树，可能被迁走了，还是什么原因？在这栋故居的外墙上有4幅壁画，就是刚才那个简介里面提到的，我们近距离去看一下。这个一看就是历史比较久远，有点模糊了。虽然外面弄了一层薄膜保护，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损毁。这幅图看上去还是比较精美的，这是关于以前的一些历史事件的描述。这幅画，我们走进去看一下里面的局部构造，看一下这个贵在堂的里面的布局。首先我们走进来，这里非常安静。在我面前的是一座老式的八仙桌，这是左宗棠左公以前36岁之前在为官之前居住过的地方。他以前是入赘在周宜端的家里面，左宗棠呢也是家道中落，后面是入赘到这一家，但是他本身是非常有才华的，他们是非常欣赏他的才华，所以让他入赘到这家。在我面前的这幅画是左宗棠的原配夫人周宜端的简介。周宜端，公元1812年到公元1870年，字君馨，湘潭县排头陈山人，左宗棠的夫人。她精通经史、上宫诗文，才貌双全，被称为清朝大臣背后的望夫女。她甘当左公的贤内助，风雨共同舟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上面有关他的历史事迹。
正是因为周宜端学识之博、著夫之贤，胡林翼曾在致左公堂的书礼中极为敬献地称他为闺中圣人。旁边是左宗棠的历史介绍。左宗棠在这个贵在堂生活整整13年，埋头苦读，主攻儒家经典，由对中国自然地理、经济地理、历史地理、军事地理研究之广泛而深刻。湘潭是左宗棠的第2个故乡，在湘潭13年的读书钻研，成就了一个杰出的民族英雄。左宗棠的夫人周宜端知书达理，为一方才女，对左宗棠十分体贴，常常夫唱妇随，相得益彰。左宗棠刻苦读书，夫人呢就在旁边点香，泡上一杯茗茶，并替左公抄抄写写，查出处，找典故，相互诗词唱和，撰写对联。有时候左公出上联，那么他的夫人呢出下联。周宜端出上联，左公对下联，乐趣多多。在左公深夜读书的时候，他的夫人呢陪他到深夜，所以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。我们看整个这个大厅，看起来不是很大，但是显得非常的温馨。这个居所旁边是挂了一些其他的晚清名臣的一些历史简介。林则徐，林则徐生于公元1785年，逝世于公元1850年。字元福，又字少穆石林，清代的政治家、思想家和诗人。大家对林则徐应该也很熟悉，他就是主张严禁鸦片，有中国民族英雄之誉。虎门销烟就讲的是林则徐的历史事迹。湘江夜话，嘉庆、道光年间，包括陶树、魏源、林则徐，推动了晚清经世致用思潮的发展。旁边这个是骆秉章，1854年咸丰4年4月。关于骆秉章的一些事迹，这里也有一些介绍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里面的画像应该就是他本人。好，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后面来看一下。这里有摆放了一些他们之前用的古老的物件，古色古香。以前用的柜子吧，这个是。是的，然后一些摆设、瓷瓶，应该就是左宗棠对，左宗一个棠的3D 立体的一个画像。这上面有对左公的一些结语，一生的历史事件的描述。左宗棠功勋卓著的一生，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捍卫者，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，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。收复了新疆，是一位爱国将领、军事家。在右边就是关于左宗棠抬棺出征，收复新疆。
旁边这些是关于左公收复新疆的一个历史事件。西征，左公西征，公元1864年同治3年，受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治陕甘回变影响，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，出现了割据纷争、各自称王的混乱局面。所以左公非常的愤怒，于是就西征收复新疆。这里下面就是关于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的要图。如果没有左公收复新疆，那么我们现在人去新疆都得办签证，吃葡萄都得进口，中国现在的领土就更加的不完整了。左宗棠的抬棺出征，反映了左宗棠为了收复新疆愿意付出一切决心。左宗棠用吃得苦、耐得烦、霸得蛮这种敢于逆流而上的湖南人精神，激发士气，坚定军心，并向外界展示了其收复失地、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意志。所以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位伟大的军事家、政治家，伟大的爱国诗人左公，永远缅怀这位英雄。我们走到后面来看一下，这座故居的后面是背靠大山，发现没有？是的，确实是一块风水宝地。古时候有名的人左宗棠、毛泽东，还有曾国藩，他们的故居都是背靠大山，然后前面都设有一块池塘，这样的风水宝地。依山傍水，依山傍水出人才，对吧？你看它这个房子都是用这种黄泥巴和土砖修筑的房体，这是以前的一个房屋构造的一个主要的材料。特色。好，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些房间是否还有其他对左公的介绍。这个应该是左宗棠当时主要生活在这个房间。对，这里面的物件都摆放在这里，没有动过。大家观看我们的视频，应该都了解，我们拍的视频都是原汁原味的故人遗址。东平闽浙西晋晋陕甘，这里也是左公。在公元1862年同治元年，左宗棠进军浙江，在随后的2年中，先后攻陷金华、绍兴等地。公元1863年，同治2年，升闽浙总监。公元1864年，同治3年3月，左宗棠攻陷杭州，加太子少保街，携赐黄马褂。这里是对福州传政局的一些介绍，也是跟左公有关的一些历史政绩。渭河战图。在公元1862年，也就是同治元年，在陕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进入陕西的机会发动叛乱。其初期的主要首领有贺明堂、马生彦、马正和、白彦虎等。同时，在宁夏也爆发了大面积的回民暴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清廷于1866年9月谕令左宗棠前赴陕甘，所以这边的暴乱也是由左宗棠左公来镇压的。前面这幅3D 立体的画像是曾国藩的画像。在公元1860年咸丰10年，在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，左宗棠以4品金堂后
5. 随同钦差大臣、两江总督曾国藩相办军务，并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，赴江西、安徽与太平军作战。清廷正式补授左宗棠为浙江巡抚，督办军务。在公元1862年1月，旁边这些左宗棠的画像以及对这些事件的描述。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兰州，公元1873年同治12年，西宁回民军首领马桂元投降，后被处死。随着肃州克复，陕甘回便告终。所以从这里的种种历史事件表明，左公的一生非常的突出。他一直都在平定战乱，对，保持着和平，维护国家的统一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你看他这个床非常的古色古香，非常的精美雕花。关于左宗棠他们家的事迹，现在听我讲一讲他们家的故事。左公的一生娶了一个原配妻子周宜端，他跟周宜端生了一个儿子和3个女儿。他的大儿子左孝威很争气，考中了举人，在京城当了个主事官。其实他还有一位妾室，那么这个妾呢，也是之前他的原配夫人的一个丫鬟。他跟这个妾张氏生了3个儿子和1个女儿。左家的二儿子叫左孝宽，是个大夫，经常不收钱，帮人治病。左孝勋排行老3，一辈子都在钻研书法艺能。左孝同排行老4，曾经做到江苏省布政使用的官职。清朝垮台后，他选择在上海过起了隐居生活。左宗棠的几个女儿都擅长写诗作画，在文学方面很有造诣。其中最为有名的小妾叫张仪。其实这个张仪呢，非常有传奇的色彩。她跟左公其实是有名无实，在外呢，她以小妾的身份自居，但是左公跟她没有实际的夫妻之实，他以后让她出嫁，成了李嘉诚的奶奶。大家如果对左公的后人感兴趣，可以通过网络搜索并了解。关于这个张仪，他的生平事迹呢，其实在张仪来到左公的家里之前，张仪其实是锦衣玉食的知府千金，因为他的父亲动了攀龙附凤的心思，想把他送到龙榻上，也就是当时的光绪皇帝，可惜没有成功，最后当了慈禧的侍女。不过只要在皇宫中就还有机会。张仪尽心尽力地伺候慈禧，期盼着出人头地的那一天。那么张仪是如何来到左宗棠的家里，并且被赐给左宗棠做小妾的呢？据传是因为当时张仪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得力丫鬟，非常机敏乖巧，所以非常受慈禧的宠爱，因此遭到慈禧身边的当红太监李莲英的记恨，认为张仪夺走了她的龙宠，于是便向慈禧献计，让慈禧把张仪赐给左宗棠当小妾。当时左公已经有70多岁了，而张仪只有10几岁。慈禧呢，她是考虑了把她嫁给左公有2个方面的好处：一是左宗棠的功劳确实非常高，镇压了国内多次的内乱，
所以本来就该给他一些封赏。二，如果把张仪嫁到他们家，又可以起到监督左宗棠的目的，所以这样一举两得的计策，他肯定是接纳的，于是就把他赐给左宗棠了。左宗棠不能抗旨，只能接纳这个恩典。就这样，张仪来到左宗棠家里，但又没有跟张仪有实际的夫妻之实，是因为左宗棠非常爱他的妻子周宜端，所以就有后面的故事。他们是以祖孙关系生活在一起，而且左公非常照顾张仪，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，而不是以夫妻的关系生活在一起。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，左宗棠的确高风亮节。这就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李嘉诚的奶奶传奇的一生。左宗棠在离世前对张仪的未来深感牵挂，他嘱咐家人，在他去世后将张仪送回娘家，并准备丰厚的嫁妆，让他另择良缘。张仪在为左宗棠守孝3年后，以左宗棠孙女的身份风光回到娘家，后嫁给了名门出身的李小帆，也就是在当时京城当官的潮州人李鹏万的儿子李小帆。张仪与李小帆婚后生活幸福，育有4子。他深受左宗棠家风影响，教育子女正直善良、勤俭谦虚、自强不息。2个儿子学成归国后，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，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张仪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气息，将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送往日本深造。2个儿子学成归来后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。3儿子吕银京虽因时局动荡无法继续深造，但一直保持乐观与坚韧，与妻子共同经营温馨小家，育有1子2女，其中长子便是李嘉诚。所以曾国藩评价左宗棠说：论兵战，吾不如左宗棠；为国尽忠，亦以技高为冠。这个评价是非常的崇高的。左宗棠尽心民事，裨益地方，劳秣不辞，身先士卒，一片爱国之心。遗书上达，龙心正道，国损栋梁，民之不幸，也给予了左宗棠高度的评价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探访左宗棠左公故居的真正目的。我们要来缅怀这位已故的爱国将领，他的故事永远流传下去。左宗棠一生屡建奇功，一生都在为国家的完整身先士卒，坚强勇敢地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。今天我们探访完了左宗棠的故居，让我更加了解到了这位伟大的爱国将领。他一生卓著的战绩让我感受很深，特别是他抬棺出征、收复新疆的这一伟大的战绩，让我们中国的领土变得更加的完整。如果大家对左宗棠左公的故居感兴趣，欢迎大家来实地进行参观。听完左宗棠左公的这些故事，想必大家已经对这位伟大的爱国将领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，我们一起探讨这位伟大的爱国将领。本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
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